小兄弟的要求越来越高啊！想要一个英雄能够像一个装备一样增强队友，还要爆多控制，还要是一个保牌的神角。答案只有一个，这个英雄2招都能够增强队友，被动2技能，还有超久的控制，硬到爆。才玩了10分钟就有23个助攻，还零死的一个状态，队友赞不绝口啊！到底是什么英雄？还有该怎么玩呢？好好享受吧！所以直接撕裂大地，把2位英雄直接击飞，让他们再环速在路径上，马上赶过去，叫一个一技能让他们的输出马上减低。还有一个莉莉安，我们该收吗？当然，不断的给队友视野，顺便保护我们的汉牙，使得这个尾兽玉一个2技能躲过，再一个闪现，尾兽玉就追不到我们，反倒是给了视野，我们的蝙蝠侠把它收掉。这2技能直接控到对面输出小丑，再有一个牛魔王也被控到了，然后我们再撕裂大地，让他们减速。之后还有一个洛克还在这个路径上，又被减速，把他人头再收掉，还是剩下莉莉安。该进场吗？当然，直接搭配队友再控制他，把他人头直接收掉。这里看到小丑直接击飞，让他呢减速，一技能减低他伤害，搭配队友把他轻松收掉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rtin 的窝，这次带来的是朗博排位赛的实战解说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的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。那如果有玩过辅助的话呢，请在下方点一个赞。那如果呢是喜欢玩其他路、其他英雄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什么路啊、什么英雄，窝窝呢也尽量会出到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。那或者什么传说的问题都可以问窝窝。这个我们一开始呢先帮一下下路，因为他被对面呢压得很惨啊。这里其实汉牙在1等的时候呢，对到小丑啊，其实他没有那么痛啊，真的是汉牙在装备还没成型的时候呢，伤害啊略显不足。不过到后期就是大魔王一般的存在了啊，中后期就可以了。这里我们先蹲一下这个点哦，一个一技能，然后搭配队友，先击飞对面的这个小丑。那看一下队友有没有进场的这个意思。那对面选个小丑，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蝙蝠侠是蛮 counter 的啊，因为他的2技能的关系。不过没所谓，尽量我们呢玩好。看到呢对面先不要控制很牛没意思啊，直接控对面的这个小丑，他直接的脚闪现啊，那这个时候他脚闪现，下一波的话他就很难打了。其实朗博这英雄我是挺爱用的啊，为什么挺爱用呢？其实很多小兄弟可能忽略啊，这个英雄根本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装备的感觉。这里先一个2技能控制，那把对面莉安的人头直接收掉。那朗博这英雄蛮多 buff 的啊，这个被动啊，如果你2技能呢，可以让队友呢直接加一个护盾呢在路径上，还有呢增加他的移速啊，而且对面呢还会被击飞啊，落地还减速啊，那么多的事情。而且啊，你1技能打到他们呢，对面还会啊整个伤害呢都会降低啊。那这个英雄，所以呢，可能大家如果小兄弟们没多注意的话，会觉得这个英雄好像很多英雄都可以做到他能做的事情，这不是？他这个内建的很多这个被动直接2技能然后搭配队友，把对面的这个小丑呢直接收掉。一个谍影穿花，小丑最怕就是我们这种英雄这个我们的克里希这种英雄，反正是法师的法伤英雄他都会很怕这小丑。可是他对到像当主卡这个蝙蝠侠，他就有个保命招这里呢，直接2技能先击飞对面的这个牛魔王，看一下队友有没有要进场。还有一个这个洛克，看一下他们蹲在这个草丛，再来一个大招下去，把他们2个英雄击飞，2技能直接增加一个这个路径然后呢搭配队友，哇，一个1技能再让他们的伤害减低，还有一个这个莉莉安我们把对面做到一个 double kill 之后呢，这个汉牙的伤害。在这个时间点呢，还是很不足，不过没所谓我们不断的去他这个
尾兽玉马上一个闪现躲过啦，然后呢搭配队友把他人头收掉这个莉莉安。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打呢？其实不是为了要我们自己能够收到对面的莉莉安，而是要给到队友这个视野，去看到到底莉莉安在哪里啊。比方说蝙蝠侠，蝙蝠侠这个英雄，他剩那么残血的状况之下，莉莉安呢，我们给到这个视野，他 CD 一好，我们的蝙蝠侠啊，对面的莉莉安就绝对会被收掉了。再加上呢，我们整个英雄啊，这个撕裂大地是很 OP 的一个技能。其实大家如果玩过朗博也会知道，这个技能的全个路径啊，超宽的路径可以击飞啊。再加上呢，它的这个持续的减速，还有它这个技能呢是可以搭配我们瞬移来用的，来改变方向的。所以就整个技能就是真的很 OP 的一个技能啊，蛮厉害的一个硬控技能。这个击飞呢，还有环速呢，对对面来说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啊。对面又来一个尾兽鱼，其实朗博这个英雄是不太怕对面莉莉安这种英雄的。虽然我们这个英雄呢看上去啊很笨重啊，其实不是的。我们2技呢 CD 啊不长啊，这个冷却。可是呢，这个位移的距离却是蛮长的。莉莉安的这个尾兽鱼，我们基本上只要一次位移就能躲过了啊，逃离就能躲过。这把做到一个0死的状态，而且超多助攻，到底怎么做到？2技能直接这个对面被我们呢就收掉了，一控就能够收掉。那比起牛魔王这个英雄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用朗博的啊。那当然牛魔王我也用，这里一个控制对面的这个莉莉安大招，对面如果这个洛克开大的话呢，你控不了他，那就马上去控对面的莉莉安，不要让他去输出，让他们全队呢就有一个环速的状态啊，把这个洛克的护盾打掉之后，其实他很容易风筝的。像我们的这个蝴蝶，其实如果对面有护盾，它风筝它是蛮好的。这里直接搭配队友，又把莉莉安的人头收下了，不断的去助这个下路来，那这里呢又来把对面的洛克又收掉，蹲一下他这个蓝 buff。那给到这个汉雅娜没有守卫，为什么没有守卫？大家知道吗？因为就是呢，如果你去反野的时候尽量呢反到就行，不要顾着去是谁拿到这个 buff。有时候很顾忌的，我看是很多小兄弟，有时候可能一旦顾忌了，让给你吧让给谁吧打野需要蓝给打野吧，那可能很多时候更没有这个 buff 去拿。这直接我们开团2技能控到全部人，一个撕裂大地，对面直接0换3了，再一个2技能，就把对面这样就0换4了。兵线还到，我们直接往上走一控莉莉安马上搭配队友，又收掉。大家好像觉得玩得很轻松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时间点，我已经15个助攻了我们15个助攻，然后呢，对的佛人很小心要知道他在哪里，一个撕裂大地开一个清醒。那我们那么多小兄弟在，直接呢把他人头收掉，他清醒用在我们的撕裂大地之上。可是清醒过了之后，我们撕裂大地的这个减速还在之余呢，对于其他英雄，比方说主卡他们的控制技能，那佛人就没有清醒可以再用了。这就是撕裂大地那为什么那么麻烦的一个原因。你躲过他的这个技能，可是你往那个路径走，还是会被减速。那这里蹲在对面这个蓝区草丛，其实对面已经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野，可是没守卫，把他们的这个蓝 buff 拿掉之后，控制对面这个洛克。那佛人在后方呢，已经被我们队友的集火，我们大招还扣着不要急着用。那把兵线直接整理跟着队友。那我们跟到最残血的那个队友，他有一个这增加双防蛮好的。不过用牛魔王会觉得他很控，可是他就没有那么多效果。把中路拆完之后呢，我们转下路，看到对面洛克不断的去控制他又控一个这个对面的佛人，又控一个对面的这个小丑把对面直接团灭了一波。
剩下一个牛魔王啊，也难逃一劫，把对面的主堡拆掉，赢得这场游戏胜利，最高助攻0死的一个状态，哇，超高参团率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Red Team 的窝窝。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